国家级中心城市从9个调整为5个，减少了哪些城市？新定位又是什么？近日，国家层面正式批复了全国40多个重点城市的2035年总体规划，明确了各城市的性质、功能、人口上限及发展边界。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，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。被定位成国家中心的5座城市。在此次规划中，备受瞩目的国家中心城市概念逐渐被淡化，取而代之的是更为精细的分层级中心城市体系。经官方批复，仅有5座城市被赋予了国家层面的核心地位，它们分别是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重庆和天津。其中，北京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，上海为国际经济中心，广州是综合性国家门户，天津和重庆则分别承担北方开放门户与西部陆海新通道枢纽功能，推动京津冀和成渝双城经济圈的协同。令人注意的是，国务院给成都、武汉、郑州、西安4个城市总规的批复原文里就没有我国重要的中心城市的表述，而是获得了次一等大区中心的定位。比如，成都是西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，郑州是中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，西安则是西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，武汉是中部地区的中心城市，少了重要的3个字。2. 国家中心城市为什么会发生变化？在中国的城市定位中，成都、武汉、郑州和西安等城市已不再被提及为国家中心城市，在对其的期待和描述中也未再使用这一称谓。有人认为这一变化的背后，部分原因在于部分城市的综合实力尚未达到预期，强行拔高其地位不仅无益，反而可能损害规划的庄重性和权威性。例如，从经济总量来看，西安的 GDP 排名并不靠前，甚至不及苏州和南京，也落后于佛山。郑州的 GDP 排名虽然稍好，但并未超过无锡。尽管在资金总量方面，西安和郑州的排名稍有改善，但仍然未能进入前列。与此同时，深圳、杭州和苏州等城市在科技创新、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方面表现出色，实力雄厚，国际影响力巨大。然而，这些优秀的城市并未被赋予国家中心城市的地位。香港回归都快30年了，它早已成为国际公认的经济、金融、行业和商贸中心。海外对华的投资有 65% 需要通过香港中转。以深圳和香港为例，无论从经济总量、财富总量、对外开放还是国际影响力等角度看，它都应是国家重要的中心城市，而杭州、南京等城市同样具备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资格。在新的规划中，天津和重庆依然被明确标定为国家重要中心城市，但他们的实力却显得稍有不足。从经济总量来看，天津的 GDP 排名已退至内地的第12位，而重庆在资金总量上更是未能达深圳的一半，仅在内地排名第8。官方规划的制定国家在考虑城市的地位时，更注重其综合能级和战略地位，而非单纯的经济规模。例如，中国南北经济差距日益扩大，有人提出天津实力较弱，应考虑调整其直辖市地位。但若真的撤销，那么南北的差距将进一步扩大。此外，还需考虑东西部发展差异，以及中部崛起和东北振兴等战略。3. 获批的省会城市谁的定位最高？最近获批的兰州与副省级城市成都评级，成为西部地区关键的中心城市。这标志着西部地区除了重庆之外的最高定位，也为西部其他省会城市提供了获批的基准。一般来说，省会城市若能对全省产生较强的辐射力，并在整个大区中拥有区位、交通、经济或战略上的重要性，那么它很有可能被认定为地区中心城市。例如，南京和杭州被批准为东部地区关键的中心城市，南宁则被赋予华南地区中心城市的地位，呼和浩特则成为华北地区中心城市。这些城市的共同点在于其重要的区域影响力。然而，济南、沈阳和南昌的定位则更侧重于特定的区域战略或城市群。济南凭借着黄河流域的高质量发展和生态保护战略，成为黄河流域重要的中心城市。沈阳则被定位为东北亚国际化中心城市，这反映了东北亚地区重要性的不断提升。南昌则是长江中游关键的中心城市，其地理位置使其与武汉、长沙同属长江中游城市群。在已获批的省会城市中，海口是一个例外，它并未被赋予任何中心城市的定位。尽管海口与南宁同属华南地区，但南宁已晋升为华南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，这更加凸显了地区中心城市的授予并非随意。
海口虽然享有自贸港等顶层政策的支持，但由于其经济、人口、产业规模有限，辐射范围较小，城市能级仍有待提升。台湾网民提出换岛方案，去外国买岛迁移，把台湾留给大陆，可行吗？台湾有网民近日提出了一个想法，想要花钱购买澳大利亚的塔斯马尼亚岛，之后可以将全部的台湾人迁往这个小岛，那么台湾岛便可以归还给我们大陆。这个想法的可行性有多大？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。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。一、塔斯马尼亚岛的基本情况。塔斯马尼亚岛位于澳大利亚的东南侧，紧邻墨尔本南侧约240公里处。它横跨巴斯海峡，是澳大利亚唯一岛州塔斯马尼亚州的主要部分。该岛面积约 6.45 万平方公里，因其形状酷似心形，被誉为世界的心脏。塔斯马尼亚岛的生态资源丰富，享有天然之州的美誉。岛上蕴藏着丰富的铁、锌、铅、锡等金属矿藏，为岛上的矿产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。此外，岛屿的中部和西部还蕴藏着澳大利亚主要的水电潜能，例如皮曼湖的部分区域已经开发成水电站。福斯河上的塞沙纳坝是澳大利亚的重要水电工程，其大坝高度达到了110米，库容量达到 1.46 亿立方米，装机容量更可达10万千瓦。而更为壮观的是皮曼河上的里斯坝，其水库总库容高达 6.41 亿立方米，水电站装机容量更是高达 23.8 万千瓦。除了这些自然资源，塔斯马尼亚岛在战略上也有着重要的地位。它东临塔斯曼海，西接印度洋，是南半球连接两大洋的关键枢纽。此外，它与南极洲相望，距离仅约2500公里，成为了连接澳大利亚与南极的重要通道。霍巴特港位于岛屿的东南侧，是岛上最大的港口，也是远航南太平洋进入南极大陆的重要门户，具有非凡的战略价值。从地缘关系的角度来看，塔斯马尼亚岛周围海域环境简单，除了与澳大利亚相邻，仅有新西兰与之相伴，这使得它不易被卷入大国之间的纷争和博弈，成为了一片宁静而宝贵的宝地。二、台湾网民提出的购买岛屿的想法能实现吗？全球花钱购买领土的例子也不在少数。在1867年，俄罗斯为了短期的经济利益，竟然将约 151.9 万平方公里的阿拉斯加州以720万美元的价格售出，而且还是他自己主动提出的售卖。阿拉斯加现今的 GDP 更是高达700亿美元。根据现有的交易来看，塔斯马尼亚的沃特豪斯岛是一座未开发的岛屿，其以550万澳元的价格售出，总面积约300公顷。这样计算下来，每公顷的价格约为 1.83 万澳元。实际上，像这样的毛坯岛占据了塔斯马尼亚岛总面积的 95% 左右。若想购买整个岛，其价格将高达 11.7 万亿澳元以上。再加上剩余的 5% 的精装岛，总价将接近13至14万亿澳元。近年来，台湾省的经济增长也相当可观，2023年的 GDP 达 23.55 万亿新台币，2024年增长了2746亿新台币。按照当前的汇率换算，1新台币约等于 0.0485 澳元。这意味着2023年的总 GDP 大约相当于 1.142 万亿澳元。因此，若想以当年美国购买阿拉斯加的方式购买整个塔斯马尼亚岛，这需要台湾省10年以上的生产总值。另外，澳大利亚方面也不会轻易同意。三、台湾人迁移方案的可行性。购买海外岛屿进行大规模人口迁移的设想，在现实中遭遇多重难题。以塔斯马尼亚岛为例，其独特的地形与气候虽然引人注目，但并不适宜大规模的人口迁徙。岛上大部分区域被划定为国家级公园或自然保护区，开发空间严重受限，这为迁移计划带来了实质性的挑战。此外，塔斯马尼亚岛的经济基础以农业、林业和旅游业为主导，缺乏强大的工业支撑，其经济结构难以承受大规模人口和产业的转移所带来的压力。尽管地理位置上远离大陆，但塔斯马尼亚岛与澳大利亚大陆之间保持着紧密的经济和文化联系。
然而，霍巴特机场仅允许国内航班运营，且对进口新鲜水果和鱼类的严格限制，凸显了该岛在资源流通方面的局限性。即便塔斯马尼亚岛的自然资源丰富，但其生态系统却异常脆弱。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可能对这片土地造成不可逆的生态破坏。同时，尽管岛上的矿产资源种类多样，但储量有限，难以满足大规模工业发展的需求。综上所述，台湾网民去外国买岛迁移的想法在现实中缺乏可行性，还需要更多的考虑和评估。中俄越老四国齐聚，盘点历届朝鲜阅兵，这次又有哪些变化？2025年10月10日，朝鲜阅兵展示了军事装备和仪式风格的显著变化。朝鲜自2020年起采用了中式正步为主、俄式为辅的新步伐，取代了早期的俄式弹簧步。新步伐减小了抬腿幅度，加大了步幅，整体显得更加大气和稳重。这一变化体现了朝鲜在阅兵仪式上的独特风格和自信。火星20型洲际弹道导弹首次亮相，其射程覆盖美国全境，采用新型发动机技术，提升了朝鲜的战略威慑力。高超音速导弹如火星11E展示了朝鲜在导弹技术上的进步。新型无人机展示了具备长航时侦察和精确打击能力的无人机，丰富了朝鲜的作战手段。坦克和其他装备，新型主战坦克如天马20主战坦克亮相，可能是天马3型坦克的改进版，配备了主动防御系统。多种火力打击装备、工兵装备和超大型放射炮也在阅兵中展示。这次阅兵展示了朝鲜在军事技术上的持续进步，尤其是在导弹技术和新型装备方面。这些变化反映了朝鲜在军事领域的发展和战略意图。此次朝鲜劳动党建党80周年庆典，既是朝鲜向世界展示国家形象的窗口，也是检验其与各国外交关系的重要契机。越南与俄罗斯高层代表团的到访，释放出明确的政治信号，而中国作为朝鲜最紧密的邻国，其代表团的规格与动向更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。各方目光聚焦于中朝关系的新发展，试图从这场盛典中捕捉地区格局的微妙变化。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林于10月9日至11日率团访问朝鲜，并出席庆典活动。这是越南最高领导人时隔18年再度踏上平壤的土地，也是继胡志明、龙德孟之后第3位访问朝鲜的越南领导人。越南此次派出最高层代表团，不仅体现了对朝鲜的重视，更被视为对两国传统友谊的坚定支持。越南与朝鲜的友好关系可追溯至20世纪中叶。1950年，两国正式建交，开启了外交互动的篇章。金日成曾于1958年和1964年2次访问越南，胡志明则于1957年率团回访平壤。这些高层互访为两国关系奠定了深厚基础。近年来，双方互动愈发频繁，尤其是2019年金正恩访问越南，并与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河内举行会晤后，朝越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。此次苏林访朝被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深化的标志。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率团出席庆典，成为活动的一大亮点。近年来，朝俄关系持续升温。俄乌冲突爆发后，朝鲜在联合国投票中支持俄罗斯，并疑似向俄方提供军需物资，展现出两国在战略层面的紧密协作。2024年6月，普京亲自访问朝鲜，与金正恩签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，为双方在安全、经济等领域的合作提供了法律框架。梅德韦杰夫此行既是对朝鲜建党80周年的祝贺，也是俄朝深化党际交流、探讨军事合作的重要举措。尤其在俄乌冲突持续的背景下，俄罗斯是否会进一步扩大与朝鲜的军事合作，甚至引入朝方军事力量，成为外界热议的话题。在众多国家代表团中，中国的参与无疑是最受瞩目的。作为朝鲜最重要的邻国和长期盟友，中方的出席规格不仅反映中朝关系的紧密程度，也将对地区局势产生深远影响。近期中朝高层互动频繁。9月28日，朝鲜外相再次访问北京，与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举行会谈。王毅在会谈中强调，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的宝贵财富，中方始终将维护和发展中朝关系作为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。这一表态进一步凸显了中朝关系的战略价值。尤其是在金正恩出席中国93阅兵后，中方此行被视为对两国友谊的又一次巩固。此次庆典吸引了越南、
俄罗斯等多国高规格代表团的参与，标志着朝鲜正在逐步拓展外交空间。在美国、日本、韩国对朝施压的背景下，这场盛典成为朝鲜向世界传递独立外交声音的重要平台。它不仅是一场阅兵活动，更是一次展示朝鲜外交成果、凝聚国际支持的契机。越南和俄罗斯的高层到访，体现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与合作，而中国的积极参与则再次印证了中朝友谊的深厚根基。未来半岛局势的走向仍将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。在这一过程中，中朝关系的持续深化不仅将为两国带来更多合作机遇，也将为地区稳定注入积极因素。无论是阅兵的宏大场面，还是多国代表团的密集参与，都在向世界传递一个明确信号：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，和平与合作仍是解决地区问题。假如中国收回全部争议领土，面积究竟有多大？能否赶超俄罗斯？西方国家至17世纪后期进行了殖民掠夺，我国丢失了大量的土地。目前我国与邻国之间依然还有部分领土存在争议。我国将丢失的领土全部收回后，其面积有多大？能赶超俄罗斯吗？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。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。1. 中印边界附近的争议领土。江心坡位于我国的西南方，该地区长约300公里，宽约150公里，面积约 2.7 万平方公里。江心坡地势北高南低，分为上中下3部分。这里的地形以山地为主，森林覆盖率高，土壤肥沃，矿产资源与水资源也比较丰富。缅甸在19世纪末被英国殖民统治后，就将江心坡给占领了。二战后，江心坡自然也就成为了中缅之间的争议地区。最后我国在深思熟虑后，将这块土地放弃后，换回了片马、古浪与冈防这3部分领土。拉达克位于克什米尔地区的东南部，面积约45110平方公里，人口约26万。位于喀拉昆仑山脉和喜马拉雅山脉之间的峡谷地带，海拔在3000至6000米之间，全境都处于青藏高原上。拉达克在我国历史上由中原王朝管辖，但是南亚在19世纪被英国殖民统治后，西藏地区的草原与资源就被英国给盯上了。1846年，他更是在清朝不知情的情况下，直接将整个拉达克地区划入了英属印度版图。印度独立后，拉达克依旧是它的组成部分，占印度控制克什米尔面积的 45%。藏南地区位于喜马拉雅山脉南侧，包括我国西藏的措纳市、龙子县、墨脱县、察隅县的大部分地区，以及少量的朗县和米林市辖区。藏南地区的面积约 9.3 万平方公里，人口大约100万。这里位于4国交界处，周边有不丹、印度、缅甸。中印产生领土纠纷始于上世纪英属印度当局非法划定的麦克马洪线。目前藏南还有部分地区被印度非法占领，更是实施了向藏南移民、大兴土木与加强军事化部署等措施，以此达到永久占领藏南地区的目的。但是我国历年来出版的标准地图对藏南地区都是进行了明确的标注。2. 蒙古国与唐努乌梁海。蒙古国是世界上第2大内陆国，面积 156.65 万平方公里，但是人口仅有340万。该国资源丰富，全境矿产种类约80种，主要的资源有煤炭、铜矿、石油、铁矿、稀土等。国民经济对外依存度较高，农牧业是其经济基础。蒙古国曾经是中国的一部分，汉朝时期，当时游牧的蒙古族就与中原王朝有往来。清朝时期，蒙古各部的大部分领土并入清朝。晚清时，沙俄对蒙古国进行渗透，在清政府覆灭后，沙俄趁机推动外蒙古独立，直到1946年，民国政府才承认蒙古国独立。唐努乌梁海位于外蒙古西北，北至萨彦岭，南到唐努山，西到俄罗斯巴尔瑙尔东南，东到外蒙古库苏古尔坡以东，面积约 16.86 万平方公里。17世纪初，沙俄多次派遣使者进入唐努乌梁海地区。1727年，经过谈判，清廷与沙俄签订了布连斯奇条约，明确了中俄以萨彦岭为界。第2次鸦片战争后，沙俄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，唐努乌梁海一步步被割让。但是截止到1869年，唐努乌梁海的大部分土地仍然属于清朝。清朝灭亡后，他在外蒙古的影响下宣布独立，但是在1914年被沙俄进行了保护。我国曾在1919年将其收回，仅过了2年的时间，他又再一次的宣布了独立，直到1944年被苏联成功吞并。苏联解体后，成为俄罗斯的图瓦共和国。
3、外东北与外西北。外东北的范围包括黑龙江以北、外兴安岭以南、乌地河与外兴安岭之间、乌苏里江以东和库页岛、格布特岛等近海岛屿在内，共计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。这部分领土拥有优越的海岸线与丰富的物产资源，很快就引起了沙俄的注意。沙俄在1858年与清朝签订了《瑷珲条约》，将外兴安岭以南、黑龙江以北割让给了沙俄。这块领土范围差不多有60万平方公里。在1860年，又强迫清朝签订了《北京条约》，这次割让的范围包括乌苏里江以东，外加库页岛在内的40多万公里的领土。沙俄仅用了2张不平等的条约，就让我国丢掉了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，还让我国的吉林省从一个沿海省份变成了一个内陆省。外西北是指清末时期被沙俄侵占，位于新疆以西的一块高达7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。这块领土大致范围包括楚河流域、塔拉斯河流域等地区，以俄罗斯的图瓦共和国为起点，向西南方向经过艾古斯河等河流流域，到达巴尔喀什湖的北岸的七河流域，最终到达瓦罕走廊。这一范围还包括了巴尔喀什湖、斋桑坡、阿拉湖以及伊塞克湖4座大湖。1864年，中俄签订《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》，割让了44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。1881年，中俄伊犁条约等5个条约割让了塔城东北和伊犁、卡尔嘎西以西约7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，加上帕米尔高原被俄国占领的3万多平方公里，俄国共割占54万多平方公里。从上述可以看出，我国丢失的大部分领土都是被沙俄给占领了，剩下的基本都位于中印边界地带，以及还有我国南海海域被其他国家占领的岛礁。如果我们将这些领土全部收回，粗略计算，我们国家的领土会增加到1300多万。虽然还是无法超越俄罗斯，但是将会赶超美国与加拿大，成为领土第2大国家。我国公布新一轮免签国家后，欧洲仅剩3国未免签，他们都是谁？从今年的10月8号开始，我国将会对斯洛伐克、芬兰、挪威等9个国家实行免签政策。这样一来，我国实行免签的国家就达到29个，这9个国家基本上都是发达国家，除了日本之外，也都是欧洲国家。这一政策的推出不仅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搭建了便捷的桥梁，为外国友人提供了来华的便利，同时也为我国旅游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。此举可谓是双赢之策，值得庆祝与赞扬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扩大免签国家范围后，我国已对欧盟全部27个成员国实施了免签政策，但其中却有3国例外。而我国之所以没有对这3个国家免签，主要还是这3个国家自己作的。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，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。1、瑞典。瑞典位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，是北欧5国之一。该国西邻挪威，东北与芬兰接壤，西南濒临斯卡格拉克海峡和卡特加特海峡，东边为波罗的海与波蒂尼亚湾，与丹麦、德国、波兰、俄罗斯、立陶宛、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隔海相望。瑞典总面积45万平方公里，是北欧面积最大的国家， 15% 的土地位于北极圈内，总人口为1056万。瑞典的3大资源是铁矿、森林和水利。该国的铁矿储量为 36.5 亿吨，是欧洲最大的铁矿砂出口国。森林覆盖率为 54%， 每年可利用的水利资源为2014万千瓦。此外，瑞典还有铜矿、铅矿、油矿等，但储量一般。到21世纪初，瑞典的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就持续下降，农业劳动人口只占全国就业人口的 3% 左右。瑞典的优势工业部门已经转向了机械工业和化学工业，在医药、电讯、软件、远程通讯、光子领域，瑞典都位于世界领先地位。瑞典是北欧5国之中唯一一个没有获得我方免签待遇的国家。从经济实力角度看，其2021年的 GDP 总量高达6274亿美元，稳居北欧之首。另外，在工业、人口、经济等多方面，瑞典堪称北欧第1强国。但是为何北欧国家之中只有瑞典被视为特殊呢？这其实还是因为瑞典自己本身的原因，即在国际舞台上频频发表不当言论，所以这样一个对我国并不友好的国家，我们当然没有必要对其免签。毕竟中国一向致力于和平发展，但对于破坏和平的国家，自然也就不用给任何好脸色。
2. 捷克。地处中欧的捷克，其东面毗邻斯洛伐克，南面接壤奥地利，北面临接波兰，西面与德国相邻，国土面积 7.89 万平方公里。2023年人口约1090万，其中有 90% 以上为捷克族。这一国家位于北温带上，典型温带大陆性气候，四季分明，气候湿润，年均降水量683毫米。国内的地形主要由平原、山地和高原组成。捷克国内的褐煤、硬煤和油矿蕴藏丰富，其中褐煤和硬煤储量约为134亿吨，分别居世界第3位和欧洲第5位。石油、天然气和铁砂储量甚小，依赖进口。其他货物资源有锰、铝、锌、萤石、石墨和高岭土等。捷克森林资源丰富，森林面积 266.8 万公顷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 34%， 在欧盟居第12位。主要树种有云松、冷杉、橡木和榉木等。捷克是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，1999年加入北约，2004年加入欧盟，2006年被世界银行列入发达国家行列。工业基础雄厚，外贸依存度较高，主要工业有机械、化工、冶金、纺织、电力、食品、制鞋、木材加工和玻璃制造等。出口对象是欧盟成员，尤其是德国。目前该国经济大多已经私有化，包括银行和电信业。2023年国内生产总值3309亿美元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 3.04 万美元。捷克是中欧8国之中唯一一个没有获得我方免签待遇的国家。3. 立陶宛。位于波罗的海东岸的立陶宛，国境线长达1644公里，西邻加里宁格勒州，与俄罗斯接壤，北与拉脱维亚为邻，东接白俄罗斯，南接波兰，海岸线长90公里，国土面积广阔，达 6.53 万平方公里，人口 289.5 万，地形以平原为主，建有西部丘陵和东南部高地，其中最高点海拔 293.6 米。立陶宛的矿产资源相对匮乏，特别是石油、天然气等资源主要依赖进口。然而，该国在资源利用方面并不缺乏选择，如西部地区的石油、泥煤以及波罗的海大陆架的资源。此外，东南部还有丰富的铁矿和花岗岩等矿产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立陶宛的森林和水资源也十分丰富，特别是南部和东南部的森林，覆盖了 217.7 万公顷的土地，森林覆盖率超过 30%， 其中以针叶林为主，尤其是松树。此外，森林中还蕴藏着丰富的蘑菇、浆果和草药资源。立陶宛的工农业较为发达，独立后通过企业私有化逐渐融入市场经济体系，经济形势总体稳定。工业是该国的支柱产业，涵盖了矿业、采石业、加工制造业以及能源工业等多个领域。农业方面以畜牧业为主，其产值占农产品总产值的 90% 以上。此外，立陶宛的电子、纺织和食品加工业也相当发达，尤其是糖、奶肉制品等出口产品具有明显优势。2023年国内生产总值778亿美元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 2.71 万美元。立陶宛也是波罗的海3国之中唯一一个没有获得中方免签待遇的国家。未来国际形势多变，但合作共赢的原则不变。那些坚持对抗者不仅会错失良机，更可能自断市场之路，终将自食其果。面积接近10个上海崇明岛，曾是我国故土的巴拉望，还能收回来吗？中国南海边缘的巴拉望岛在历史上与我国存在一定渊源，但目前是菲律宾领土的一部分。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，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。1. 菲律宾的巴拉望岛。巴拉望岛是一座位于菲律宾西部的岛屿，曾是我国的领土。1946年在菲律宾获得完全独立后，巴拉望岛也随之成为了它的一部分。菲律宾位于东南亚，国土由7000多个岛屿组成，主要岛屿包括棉兰老岛、萨马岛、吕宋岛等11个，共占国土面积的 96%。众多岛屿为其提供了长约18533千米的海岸线。该国总面积约 29.97 万平方公里，国内人口大约 1.17 亿。其中有 85% 以上都是马来人。菲律宾的西部是我国南海，东部濒临太平洋，北部与我国台湾岛隔巴士海峡相望，南部和西南部与印尼、马来西亚隔苏拉威西海与巴拉巴克海峡相对。其地形多以山地为主，平原只有零星一点。
另外，境内有200多座火山，其中活火山21座，最大的活火山是吕宋岛东南的马荣火山，而棉兰老岛的阿波火山是境内的最高峰，其海拔约2954米。菲律宾属热带雨林气候，受海洋季风影响，年降水量约2000至3000毫米，森林分布广，野生动植物有近万种，当地矿产种类20多种，主要有铜矿48亿吨，镍10.9亿吨，金1.36亿吨。巴拉望岛西北部海域有大约3.5亿桶石油。2023年，菲律宾国内生产总值约4371.46亿美元，其经济是出口导向型，受国际市场影响大，服务业占 GDP 的比重约60%。该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劳务输出国之一，在外劳工约230万人，主要在沙特、阿联酋等国工作，工业以电子、化工等制造业为主。菲律宾近些年的经济发展比较快，但是由于基础薄弱，发展过程也存在高通胀、高债务、高失业率等问题。巴拉望岛的地势狭长，并呈东北至西南走向，岛屿长约423公里，最窄处约为9公里，最宽处约为45公里，面积约 1.18 万平方公里，比上海的面积还要大上10倍。岛上最大城市则是中部东海岸的普林塞萨港。巴拉望岛的气候温暖湿润，年平均气温基本在27摄氏度以上，而且沿海地区种植着稻米、椰子等作物，还拥有高达 90% 的森林覆盖率。另外，岛上还有一些矿产资源，如汞、铬、锰等，其储量都比较可观。目前这座岛屿上的人口约 31.16 万，主要靠渔业、采集等维持生计。随着时代的变迁，他们如今却成为菲律宾的第5大岛，被称为菲律宾的最后一块净土。2. 巴拉望岛的战略价值。虽然巴拉望岛的开发力度并不是很高，但它却拥有很高的战略价值。从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出，它的地理位置非常优越，其东北方是菲律宾的吕宋岛，东面是密克罗尼西亚联邦，西面隔着南海与马来西亚的沙巴州相望，西南方是印尼的加里曼丹岛。这样的位置使得巴拉望岛成为连接亚太地区的枢纽，并且它还靠近我国南海的贸易航道。从西太平洋经南海到印度洋的国际航线必须绕到巴拉望岛附近海域。由于东北亚地区进出口的货物路途遥远，所以在通过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时，可以将巴拉望岛作为一座中转站，为来往船只提供补给。而且南海拥有37条世界级的航线，美国从亚太地区进口的货物，其中 90% 都要经过南海海域。韩国与日本进口的石油 90% 也要经过南海海域。可见在海上交通与贸易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。除此之外，巴拉望岛还因为自身优越的地理位置，使其成为维稳亚太地区的关键。毕竟巴拉望岛和我国南海仙滨礁的距离仅有141千米，距离仁爱礁有198千米，与舰长礁的距离更短，仅有80千米。与黄岩岛的距离较远，但也只有相隔460千米。所以从巴拉望岛不管是去南沙地区还是中沙地区，其距离都是非常的近，可谓紧盯我国南海防线的前沿哨所。另外，在巴拉望岛中东部有一个港口城市普林塞萨港，其西班牙文意思是公主港。普林塞萨港地处洪达湾南岸，外围是苏禄海，成为该处海湾的天然屏障，所以这里既是巴拉望岛的经济中心，也是重要的渔业基地和贸易转运站。3. 巴拉望岛为什么会成为菲律宾的领土？元朝时期的巴拉望岛属于苏禄国管辖，在郑和下西洋之后，巴拉望岛就成为了明朝的附属国。到了清朝时，苏禄国依然定期向中原进贡。在18至19世纪时期，西方列强侵入东南亚地区，随着西方列强在东南亚地区的入侵越来越迅猛，此地的岛屿逐渐被侵占，而巴拉望岛便在这个过程中被西班牙占据，统治长达300年。直到1898年美西战争爆发之后，美国击败了西班牙，在西班牙统治的巴拉望岛也随之转到了美国名下。在1946年经得美国同意后，菲律宾才正式获得了完全的独立。之后不仅将巴拉望岛划分到自己国内，连我国南海也被菲律宾称为西菲律宾海，企图侵占我国南海大片海域。面对菲律宾的无耻行为，我们对菲律宾采取了强硬措施，迫使他放弃拥有我国南海这不切实际的幻想。目前巴拉望岛已归属菲律宾78年，虽然不曾对巴拉望岛进行开发，但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也使得巴拉望岛军事化程度较高，而美国也计划在巴拉望岛南部建设军事基地。只要美国没有失去霸主的地位，
对于收回巴拉望岛的几率就非常渺茫。